是小雪的养父江瀚海吧？这穷酸样，沦落到捡垃圾为生。我女儿这些年跟你受了不少罪吧？你怎么能这样说我爸呢？我爸虽然穷，可是从来没有苦了我，吃穿用，没有一样是亏待我的。从小上的就是贵族学校，他苦的只有自己。不像有的人一有钱就把亲生女儿给抛弃了。在我心里，我就只有您这一个爸。小雪长大了，明事理又孝顺，我这么多年的心血真的是没白费呀。对，小雪说的对，这个穷鬼啊，毕竟对你有养育之恩。哎，这样吧，今天我们的认亲宴就带他一起去，就当报答他了。认亲宴？爸，你别听他乱说，我只是答应他随便吃顿饭而已。爸，您跟我一起去吧，不想跟他单独待在一起。好，那爸陪你一起去啊。小雪啊，这里是四海酒店，你来过没有啊？这里啊是真正有钱人才能来的地方。江先生，你是沾了我女儿的光，要不然你这一辈子也不能到这种地步。四海酒店，这好像是我的产业。先生，这里是我们 VIP 至尊包厢，只针对贵宾开放，普通客人不宜入内。只接待贵宾，你这是变相要钱！让开，我有的是钱。抱歉，非贵宾止步。狗眼看人低是不是？把你们经理找来，我要投诉！出什么事了，老板？我就是老板，我是昆腾娱乐的总裁，跟你们江海集团也有业务合作。你不让我进包厢的话，我就会投诉到你们江总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你真的认识我们江总？废话，不相信我现在就给他打电话啊！你要给我们江总打电话？抱歉，林先生。三位贵宾，您请进。小姐啊，刚才我不说认识江总，他们肯定不让我们进，这就是超能力。哎，让你坐了吧，一个捡破烂的还想上桌，到旁边对付两口得了。林立坤，你有完没完啊？你要是再这样说我爸，我就带我爸走。啊，好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不，走。坐。算了，爸穷，他看不起我也正常。小雪，你现在也长大成人了，你亲爸对你也挺好的。如果你想认回去的话，那绝对不拦着你啊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对，这个捡破烂的还有自知之明，这是一点。你养我女儿，我也不会亏你的。拿了钱就滚，离开我女儿，咱们两清。林立坤，你有完没完？小雪，我告诉你啊，亲情在金钱面前不堪一击的，巨款从天降，他一个穷鬼能不心动吗？林先生，亲情可不是用金钱来衡量。谁稀罕你的臭钱？爸，等我以后长大了，我就挣100倍、1000倍的孝敬你。小雪真是个好孩子，我果然没看错。
小雪啊，你怎么老是站在捡破烂的那一边呢？要不是我爸，我从小不是被饿死，就是被路边那些小乞丐打死。救命之恩盖于天，养育之恩大于地。这辈子我就只认您这一个吧。爸，您看您这辈子为我操劳，头发都白了不少。这个穷鬼哪里比得上我？小雪年纪太小啊，太单纯，看来必须得让她见识一下有钱的好处，她才会死心塌地的跟我走。哎呀，算了，小雪是我亲生女儿，我也不逼着她学。服务员，点餐。小雪啊，今天通过吃这顿饭，我让你知道有钱人是多么的风光，多么的气派。以后你就知道跟谁了。尊敬贵宾，您的罗曼尼康帝。哎，我还没有点餐呢，送错了吧？没送错，这是我们张经理特意给江总上。江总，啊，抱歉，说口误了，是林总。这酒是我们经理特意给您的补偿。小雪，看到了没有？这就是上等人的待遇。那么小人物得罪了你啊，就会上杆子给你补偿的。张经理知道我好这口，所以每次来都上这款酒。不过今天他也不看看场合。哎，给那个什么江先生也倒一点，让他尝尝。散发着清透的雪松香，口感醇厚，余味不干，不愧是罗兰迪根尼。哎，嘿，这么好的酒，你也尝尝。你品酒的方式不对。一个捡破烂的说我品酒不对，那你说说怎么品？哎呀，不说话了吧？装逼呢？这丢人现眼的东西！我爸不会品酒也正常，什么叫丢人现眼？康姆迪产于法国勃艮第地区，采用了复杂的手工工艺制作。1945年，由于二战的原因，只产出了600瓶，所以每一口都非常的珍贵。整瓶酒散发着雪松的香气，而且是原果的陈年香，口感层次更是顶级。这要靠后舌的味蕾体验才能品出它的美妙。胡扯！你就是在电视上看了这款酒，还什么法国酒？你说几句法语听听。Sec salad, today for two. Oui, monsieur,我成功。I have a salad. Missy, pick up. Wait. 那个。你还懂法语？我就是听那个歌曲啊，随便学了2句。这一个土包子乡巴佬，就说2句法语就在这装逼啊，丢人现眼！林奕坤，你凭什么说我爸是乡巴佬？你这样说我爸，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，更加恶心你。好了，小雪，别闹得自己不开心了啊！别忘了，今天是你23岁的生日。哎，你看这是什么？手镯，爸，这是你给我的生日礼物。对，小雪，今天我就要告诉你的全部真相。小雪，这是咱们家的传家宝，爸的真实身份其实是那个是不值钱的伪料，戴上去还不显丢人啊！小雪，爸爸给你买了价值50万的卡地亚，把这个穷人戴的东西还给他。
带爸爸这个。林立坤，你干什么？这是我爸给我的传家宝。小雪，爸爸是为你好，这个镯子不知道他从哪里捡的，说不定还有病毒呢。无论是从哪来的，只要是我爸给我的，就是最宝贝的。我的小雪明辨是非，重情重义，江海集团交给他，我也放心了。小雪，你别傻了，爸爸给你的是价值50万的名牌手镯，比不上这个脏东西啊！爸爸心疼你。别说是50万，就算是500万、5000万，我也照样不稀罕。亲情无价，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见钱眼开吗？当年你为了名利抛弃我，怎么现在知道心疼我了？爸爸，别不要小雪，小雪会乖乖的。你这个没用的私生女，只会败坏我的名声！滚！你个亏欠货！滚！爸爸不要，小雪有用，别不要我，别丢下我！爸爸，求你了！爸爸，求你了，别丢下我！小姑娘，你怎么了？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？我爸爸把我扔在这里，不要我了，我要爸爸。别哭，别哭，先起来啊！来，爸爸不要你了，叔叔要你，叔叔当你的爸爸，好吗？好。来，哎，走，跟爸爸回家。要不是我爸，我早就死了。我这条命都是我爸给的。就算这个手镯一文不值，可它在我的心里也值千金。林先生，当年的一气之罪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小雪，林先生，小雪刚才的选择你也听见了，好走不送。江瀚海，你别以为你赢了。身为父母，生养不是情分，托举才是恩。小雪，我让你重新选一次，你是选择我去做耀眼的大明星，还是跟他过苦日子？哼，你自己选，我在外面等你。爸，爸，小雪，爸爸不建议你去娱乐圈发展，那个圈子鱼龙混杂，你不如先踏实的完成学业，爸爸对你另有安排。爸，我心里虽然痛恨林立坤，可是当演员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。我做梦都想在荧幕上闪闪发光，成为万众瞩目的大明星。原来小雪的梦想是这样的，我真的是太粗心了，一心只想让孩子接班，竟然忽略了他自己的想法。可是，爸，你要是不同意就算了。我知道咱们家穷，你跟我说过要脚踏实地。爸，我听你的，我不去当演员了，我继续在家完成我的学业。不，小雪，爸爸答应你，让你去实现你的梦想。爸，你答应了。可是林立坤跟我说，要是想当演员，就要隐姓埋名，隐瞒身份，到时候能见到你的机会就少之又少了。没关系的啊，只要你心里有爸爸就好了。你记住啊，无论以后你遇到任何困难，都别怕，
有爸给你兜底呢啊！谢谢爸。我江瀚海的女儿想做什么就能去做什么，身份的事儿还是先不要告诉她，让她先去闯一闯。3年内，我要把国内的影视娱乐公司统一收购，给我女儿铺好路。之后要好好照顾自己啊！哎，小雪啊，出来了，我就知道你会选我。今天是父亲节，原来是跑去给我买礼物了。我闺女啊，到底是我闺女。爸，父亲节快乐！这个目标是我送给你的心意，它代表着我们之间永不失联的感情。等我以后当上了大明星，一定好好孝敬你。好，那爸爸等着，等你以后成大明星了，还要给你个惊喜。那我就先走了，一定要注意身体。去吧。江瀚海，小姐以后啊，还会当大明星的，你以后不要再骚扰她，免得影响她的前途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凭你是个捡破烂的，让人知道你是她的养父，只会给她丢人。我相信我的女儿是永远不会嫌弃我，反倒是你，父亲节，小雪给你送什么礼物了呀？你别得意，小雪进了娱乐圈，仰仗的只能是我这个靠山，日久生情，女儿早晚是我的，我的。论靠山，你还不够格。小刘，你过来一下。去，把这些影视娱乐公司全部给我收购。既然小雪要进娱乐圈发展，我这个当爸的就应该早点给她铺好路。是，四小姐能有您这样的养父，真是她的幸运。什么养父啊？小雪跟我的亲生女儿是一样的，我能有小雪这样的孝顺的女儿，那也是我的福气。哎，对了，小刘，以后只要有小雪参演的剧组，全部给我赞助5星级酒店的餐饮和住宿，绝对不能让她吃一点苦。好好好，我这就去吩咐下去。小雪老师请全组人员吃饭了。哇塞，米其林5星哎，平常想吃都吃不起呢。小雪，你背后的金主是什么人啊？这也太豪横了吧！小雪小姐，这是江海5星酒店的总统套房，这都是您父亲的。我爸，江海5星酒店，天啊，听说一晚上10几万呢。小雪爸爸也太有钱了吧！小雪，我给你带饭来了。爸，别事情啊！谢谢你啊，爸。啊，没想到你居然为我付出了这么多。有土豪来探班，应该是冲我来的。我闺女谢我没毛病。江总，蒙泰集团想邀请您参加他们今天的庆功宴。林明雪，她改姓林了。江总，就是四小姐的艺名。明雪，她获得了影后提名，她怎么都没有告诉我？大小姐是电影协会的最大赞助商，是她破格给四小姐提名，想给您一个惊喜。应该让小雪通过自己的努力去获取成就嘛。明雪真是乱弹琴。不过再怎么样，明雪是要获奖了。
我这就去给她一个惊喜。张总，那我去给你们准备西装。等一下，去把小雪给我买的那套衣服拿过来。好的。走。年纪轻轻就提名影后，不愧是我江瀚海的女儿。虎父无犬女，小姐们个个人中龙凤，这都是随了您呀。咱们进去吧。江总，您还有什么吩咐？小雪，她还不知道我是江海集团的总裁，咱们这么多人一下呼啦全进去，肯定会吓到她的。我先跟她提前打个招呼最好。这个放那儿，那个给我擦干净一点。哎，这个给我放那儿。慢着，把这个横幅给我摆在外面最显眼的地方，要让所有来的宾客都能看得见。好的，林小姐。小雪，爸，这次我能成为娱乐圈的新晋影后，真是多亏了您。小雪啊，这么多年都过去了，你跟那个捡破烂的还有联系？爸，毕竟他对我有10几年的养育之恩。不过爸，您放心，这次我没有邀请他。这就对了。这么高端的地方，如果让那个穷光蛋来捣乱的话，这很麻烦的。你把他给拉黑了。啊？拉黑？这不太好吧？小雪，你现在是营造的白富美大小姐的人设，如果让粉丝知道你父亲是个穷养父，你会人设崩塌，大量脱粉的。爸，你说的对，我这就拉黑。这就对了，当断不断，反受其乱。像他那种废物，只会耽误你钱。知道了吧？从今以后，我就只有您这一个吧。您拨叫的用户正忙。禁止拨打？怎么会这样？咱们要不然挂这边的，挂那边也行。感恩父亲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今天是父亲节。当年小雪走的时候也是父亲节，她肯定是想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给我一个惊喜，所以才故意不接电话的。四小姐可真是孝心有加啊！功成名就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在宴会上当众感恩，真是孝顺。那是，你也不看看她是谁的女儿。小刘，你赶紧去准备一下江海集团的股份转让合同，我今天就要把江海集团送给他。是，属下这就去。对了，你顺便去通知一下明玉、明兰、明珠，让他们一起过来，一起给小雪庆祝。好，我这就去通知3位小姐。我一个人进去就行了，你们就在门口等着，免得吓到小雪了。林影后真是天赋异禀，入行3年就取得了影后荣耀，这以后的成就呀，不可限量。林影后确实能力非凡，我听说有些娱乐圈的龙头企业大人物都对她欣赏有加，今天要来给她庆贺呢。几年不见，我的小雪成长得越发优秀耀眼了。感谢诸位在百忙之中抽空来参加我的庆功宴。今天不仅是我的庆功宴，更是我为父亲举办的谢父宴。我能有今天的成就，都离不开我父亲的谆谆教诲，是他给了我新生和希望，
是他给予了我鼓励和力量，所以今天我想对我的父亲说一句：谢谢您这么多年为我的付出，您辛苦了。成名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感恩父亲，林以后这才是真正做到了百善孝为先呀。你们听说了吗？林以后是被那位贫困养父养大的，他感谢那位应该就是那位养父吧？那这样说，林以后的人品真是没话说。得女如此，真是我江瀚海之幸啊！从今以后，你就是江海集团的继承人。父亲，您放心，您不辞辛苦的养大了我，如今女儿功成，以后就由女儿来托举您。在今天这个特殊的日子里，我想给我的父亲一个温暖的拥抱。接下来，有请我敬爱的父亲上台。他怎么上台了？小雪明明感恩的是我。小雪当年不是说只认我一个吧？怎么现在？林以后，请问您曾经的名字是不是叫江明雪？听闻您之前有一个收废品的养父，怎么今天只顾着感恩生父了，连养父都没邀请呢？我就说他有一个穷养父，本来以为今天感恩的是把他养大的养父，原来他竟然连邀请人家都没有。我看是出名了，马上成为了影后，觉得那位捡垃圾的老爹丢人了呗。儿不嫌母丑，狗不嫌家贫，功成名就就变脸，他简直就是个嫌贫爱富的白眼狼。小雪，难道你当年对我说的话都是假的吗？我不是，是，今天小雪的确没有邀请她的养父，但不知全貌，不予置评。你们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你们也不知道我的女儿以前吃了多少的苦。受苦？林总这样说，难道事情还有隐情？莫非那位养父其实不是什么好人？没错，我这个养父虽然养了我18年，可是我却遭受了18年非人的对待。他不仅不给我吃，不给我穿，甚至不让我上大学。我实在是没有办法了，所以只能出来拍戏贴补家用。是我的生父找回了我，是他带我走上演员这条路，不然我还不知道被卖到哪个山沟沟里去换彩礼呢。什么？不让孩子上学也就罢了，竟然还拿女儿换钱！这养父简直就是人渣！我看当年就是这畜生给他拐走的。小雪不哭啊，都过去了。爸以后不会让那个畜生再伤害你的。够了！爸，你怎么在这里？我要是不在这儿的话，我就不知道你竟然还不认识我这个爸。他就是林以后那个穷鬼养父。坏事做尽了，还好意思在这里邀功找事儿，简直就是无耻！你们不能听信他的一面之词就人云亦云。我当初收养他的时候，我尽心尽力，从来没有亏欠他。小雪，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，你刚才说的是真的吗？爸，你就不要再威胁我了。大家都知道，成绩这么好的我却辍学，年纪轻轻的我却患了胃病，这些还不都是你造成的吗？辍学那是因为你要当演员，胃病那是因为你一直嚷嚷着要减肥的后果，到头来你却把脏水泼到我身上。小雪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爸，你怎么能倒打一耙呢？不只有这个，
你还让我去捡垃圾赚钱，还有，我刚成年，你就给我介绍男人，你就说这些是不是事实？爸爸，我想要芭比娃娃。小雪，既然你想要芭比娃娃，那就要靠自己的劳动来获取。你看啊，这就叫自食其力，知道了吗？知道了。来，一起。哎。小雪，你现在还在上学，如果你想谈恋爱了，等你毕业了，爸给你介绍几个合适的对象。这个黄毛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人。走，跟爸回家啊！没错，你说的确实是事实。我让你捡垃圾，那是为了培养你自食其力；我给你介绍对象，那是为了不让你被黄毛骗啊！可你知不知道，这些年我被同学们嘲笑，我的自尊心有多受伤？还有，你说给我介绍对象的事情，可我明明听见你在电话里跟人要80万的彩礼，你这分明就是卖女儿！当年明珠叛逆，一定要嫁给渣男穷小子，我这才被逼要80万彩礼出手为难，没想到却被小雪听到后误会了。什么年代了，还不知道顾及子女的自尊心？就你这样的人，还有脸说问心无愧？把女儿比作货物，还想卖个好价钱？你这样的人，好意思称自己是好父亲吗？小雪，没想到在你心里，竟然对我有这么多的怨言。可是当初的你，是那么的孝顺，那么的善良，怎么进了娱乐圈3年，出来就变成这样了？你在娱乐圈都学到什么了？小雪，你以前的诺言，难道真的都是骗我的吗？爸，再怎么样，今天也是我的庆功宴，你就别在这闹事了，你先走。小雪，事到如今就不要忍气吞声了，趁着现在这么多人，一次性的给他讲清楚，免得日后他再纠缠你。江先生，我虽然很感谢你，可是血脉亲情割舍不断，我从始至终就只有林立坤这一个父亲。你叫我什么？江先生。小雪，你以前可是说只认我这个爸的。你有完没完？我告诉你，我姓林，不姓江。好的，我知道。大姐，没想到小妹竟如此有孝心，竟专门在以后庆功宴上感恩父亲。哦，对了，今天可是父亲节，咱们几个可不能被小妹给比下去了。那还不快准备一下？放心。哇，牛啊，大姐，这么大。你以前说你当了影后以后会给我买个大房子，不再让我吃苦，不再让我干脏活累活，要让我享清福。我就等啊，盼啊，没想到我等来的却是忘恩负义的你。小雪，你真的是伤了爸的心。我是出国了还是消失了？整整3年，你一次也没有来找过我。现在我出名了，你就来找我，让我报恩。大房子，你这个穷光蛋想钱想疯了吧？小雪这几年在娱乐圈闯荡，是我这个亲爸一直陪伴她、照顾她。
你过来就想白捡一个影后女儿，你想的太美了吧？你别忘了，这么多年是我把小雪养育成人的，没有我的功劳，她是不会有今天成就的。你的功劳？你看看你一身的穷酸样，你能拿什么好的资源还有好的人脉给小雪啊？这么多年是我一直费尽一切给她铺路的，你才有攀附影后的这种机会呀！铺路？小雪，你知道为了你，这么多年我都付出了什么吗？我给你一次机会，只要你现在向我道歉的话，我就还认你这个女儿。呸！哪个愿意当你这个人渣的女儿？你不配当小雪的父亲，你识相就赶紧滚！你给我闭嘴！我问的是小雪。小雪，你真的不认我这个爸了吗？江先生，从前是我小，我不懂事，也不敢反抗。如今我长大了，我知道谁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。至于你的恩情，我可以给你报仇，我报个数吧。报仇？当年你亲口说的，亲情无价，我信了。你送给我的衣服，我穿到现在。这个木雕，你说它代表了父女情，我一直珍藏着。如果我是以恩携报的人，我会稀罕这些东西吗？还真贵！你要是时不时的拿出来看一下，它怎么可能还这么新？新到连一点漆都没有掉。那是因为我这些年一直让人去珍宝斋，让司徒大师保养，所以它才能保存的这么完好。江瀚海，你能不能别这么虚伪？大家都知道，珍宝斋的司徒大师非身价千万者不可见，你一个穷捡破烂的，人家凭什么见你？小雪，你听我解释。够了！说到底，你不就是想要钱吗？这是100万，你抚养我长大那18年，恐怕花费的连10万都不到吧？我给你10倍，拿着钱，赶紧给我滚！李明雪，你还有没有良心了？小雪，他敢打你，打回去来个教训，否则不知道他怎么对你呢。我是不会让你阻挡我的未来。住手！竟然是娱乐圈龙头企业星海集团江总，原来今天要莅临庆功宴的大人物是他呀！听说林影后这次的提名荣誉就是这位江总亲自破格提上的，有了这层关系，前途未来不可限量啊！何止啊！江总身边的2位妹妹，一个是科研界的新星，一个是舞蹈界的天才，3位都是首富的亲生女儿，人称江氏3金花。林影后背后的靠山来头可大了。没事吧？还们敢欺负，简直是找死！猪猪，你先冷静，我来处理。林明雪是吧？刚让你提名以后，就当众欺负人吗？江总，您误会了，我可以跟您解释的。江总，是这个混蛋，他欺负小雪，小雪被迫反抗的。你哪位？江总，你贵人多忘事儿，我是小雪的生父林立坤，是昆腾娱乐的总裁，跟你父亲还有合作呢。生父是吧？果然，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的孩子
会打洞。是，小雪随我，又能干又孝顺。哎，她为了感谢我这个父亲啊，把这个成功宴都改为献父宴了。孝顺，真是好一个孝顺。小雪，夸你孝顺，江总赏识你是你的福分，以后啊，要记住江总对你的恩典。知道了，江总。江总，您一直是我崇拜的偶像，我以后一定以您马首是瞻。虚伪。哎，江总，你们怎么围着这个收破烂呢？你说谁是捡？就您身边这个呀，他呀就是个又穷又脏的下等人，脏死了。您站在他旁边啊，我都怕您沾染那些细菌。给我住嘴！江总，我说错什么了吗？是啊，你们跟这个捡破烂的事有关系吗？你们口中所厌恶的人，他可是……他们跟我没有任何关系。他们护着我，那是因为他们是品德优良的好孩子，见不得有人欺负我这个老家伙而已。但是，有些事情我必须得亲自解决。好吧，林明雪，我之前破格提携你，包括这次来参加你的庆功宴，都只是受人所托。没想到啊，竟闹了这么一出闹剧。你们呢，尽快把事情处理好，行吗？大姐，你为什么不把真相说出来，给爸出气啊？就是啊，他们这么欺负爸，咱们能这么轻易的放过他们？爸有自己的想法，既然他不想让咱们插手，咱们就先不要报了。李明雪，我最后再问你一遍，你当真要跟我这个爸恩断义绝吗？江瀚海，我马上就是新晋以后的大明星了，而你是个又穷又脏的下等人，跟你待在一起，只会让我觉得丢人。跟你沾上关系，只会让他们瞧不起我。毕竟是自己的养父，这林以后发达之后就想撇清关系，有些不妥当吧？好歹也是将他养育成人，说他是下等人，显得自己有多高尚啊！狗不嫌家贫，儿不嫌母丑，为人子女怎能够忘恩负义，嫌弃自己的父亲呢？水往低处流，人往高处走。我这样做有什么错吗？我总不能把他留着，让他像今天一样再担到我的宴会吧？小雪，你说的对，你跟他是两个阶层的人，你要做的就是当断立断。那好，既然你已经决定了，那就请在场的各位给我做一个见证，我江瀚海跟林明雪从今往后恩断义绝。慢着，怎么，你后悔了？我的世界里就没有后悔这两个字。那你拦着我干什么？我没记错的话，你身上的首饰、衣服都是我给你买的吧？既然要断干净，那就把我给你买的东西全部还我。没错，把小雪的东西留下来，要不然你出不去这个门。这两个卑鄙小人居然敢这么欺负咱爸，看我不去把他们两个粑粑打出来！住嘴！贱人，竟然如此欺辱自己的养父，简直是个畜生！如此不仁不义不孝，像他这样的人根本就不会天没有以后。得饶人处且饶人，林以后，我劝你不要太过分了。过分？我只是把我给他买的东西要回来而已，他买的东西我也会还给他呀。咱们家纯是一桌。怎么，你想要回这个廉价的镯子，那就把我给你买的东西都给我脱下来啊！好，我还。还给你，是个会氧化的金项链，还有这个自从戴上就不走针的破假表，还给你，还给你这个9块9买的破衬衫。
竟然让自己的养父当众脱衣服，这简直是大不孝！坏事做多了也怕遭雷劈。做人做到这份上，看来人品确实堪忧。爸都被欺负成这样了，我们还这样放任不管吗？大姐，再忍下去，我们都快忍者神龟了。你们不懂，爸这是在用最痛苦的方式逼自己，把养了18年的养女从自己内心剜走。毕竟，水果只有彻底坏掉，人们才会断掉对它的念想。还有，接着脱。还有，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破鞋。还有这个一洗就掉色的破裤子。你什么态度？怎么，你不想要这个廉价镯子了？不要！一个廉价的镯子而已，又不是什么祖母绿。它确实不是祖母绿。我就知道，一个又穷又脏的捡破烂的，能有什么好东西？它可是价值2个亿的帝王绿。什么？这个镯子竟然是帝王绿的材质？2亿！据我所知，林立坤的昆腾影视市值也才3000万啊！他刚还要说还给人家1000个，真是不自量力。不可能啊！他一个捡破烂的，怎么可能有价值2个亿的帝王绿啊？吹牛吧你！是啊，他养了我18年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什么经济状况？家徒四壁，兜里分逼不剩。要是他真的是帝王绿，他怎么可能还会捡垃圾为生？林以后说的也有道理，毕竟谁会守着宝贝不卖去捡破烂呢？可是我家就是做珠宝生意的，他这个玉镯一看就不简单啊！小雪，别听他误导，家传的帝王绿，那他祖上非富即贵呀，怎么可能沦落为一个捡破烂的呢？是啊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，市面上能仿这种假镯子的可太多了。我敢打包票，这个镯子绝对是假的。事到如今也没有必要再去跟他争个真假了，重要的是先把玉镯拿回来。那好，既然你觉得这个镯子是假的，那就是假的吧。那你现在可以把这个假的还给我了吗？我就知道你在骗我，它既然真的是假的，那这个破烂货你也别想要。不要！我的镯子！一个破镯子而已，垃圾就应该待在垃圾桶里。保洁，不要！我自己来。慢着，我让你捡了吗？你都已经把它摔碎了，我凭什么不能捡了？既然是我的东西，我没有给你，你就没有资格捡。这简直就敢伤害咱爸！大姐，我忍不了了。我没有给你，你就没有资格捡。爸的手都快被踩烂了，大姐，我们再忍下去，还配做爸的女儿吗？谁说我要忍了？猪猪，给我上！出什么事儿我给你担着。放心，交给我吧。小雪，你干嘛打人？打就打了，怎么样？另外，你以为我只会踹他这一脚吗？怎么，你也想跟我比划比划？哎呦，姑奶奶，我哪敢呐！您大人不计小人过，放了我的女儿。我的女儿她是个演员，最注重外貌的。你要把她打毁容了，你让她以后该怎么办啊？你以为她演技很好吗？观众都评论万年难得一遇的烂演技，要不是我姐，她能提名影后吗？你这就是何苦？这镯子再名贵，也就是个物件啊。它不仅仅是个物件，这是你们母亲临终前亲手交给我的，让这个传家宝世代流传，这是你们母亲的念想。没想到是我没有保护好它。什么？这竟然是妈的遗物！没事吧？不怪你，要怪就怪真心错付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
们视如珍宝的东西，他竟然弃如敝。猪猪，你没吃饱吗？给我用力打！好嘞。哎呀，我的姑奶奶啊！你打我的女儿也要说个原因吧？她怎么得罪你了啊？我们道歉好不好？我现在就告诉你为什么。这个畜生连自己的养父都残忍对待，我现在就让你知道什么是现世报。江啊，小姐，嫉恶如仇是你的好品德，是首富教的好。但是这个恶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哼！刚才大厅里所有人都看着他在这欺负人，怎么现在当做无事发生了？我从未见过如此恶毒之人，这种人领养他还不如领养一条狗呢。对呀，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他的养父为富不仁，从小就虐待小雪，小雪就这么小小的报复一下，不行吗？啊，只许你们州官点火，不许百姓点灯啊！啊，太欺负人了！刚才确实是证明这个养父对林以后也不是很好。可再怎么说，这也是养育了他几十年的养父啊。没错，千不该万不该，再怎么样也不能欺辱自己的父亲呀。对呀。听到了没有？养了你18年，你不回报也就算了，居然干出这么没有人性的事情，你还有没有人性？又不是我逼着他养我的。再说了，他养我就是让我去吃捡垃圾的苦。我倒不如他没有养过我。江明雪，你难道忘了吗？当初可是你自己答应我，认我做父亲的，我可没有逼你。我收养你这么多年，虽然说有些地方确实做得不够好，但是这18年以来，我有没有打过骂过你？没有。既然你那么恨我，那好，从此以后我们就一刀两断。我走我的阳关道，你过你的独木桥。断就断，江瀚海，我不欠你的。你还敢叫嚣是吧？你看我不打你！良心好坏，自有天知，什么花开什么果，忘恩负义的人，迟早会尝到苦果的。是不是苦果，我自己说了算，用不着你在这装模作样的教育我。要不是你，我现在也不至于这么狼狈。那是因为你自己做错了选择，那怨不得别人。没想到你进了娱乐圈3年，就变得嫌贫爱富了。像你这种经不起诱惑的人，就算是没有我，你也会从高处摔下来的。不，我没错。如果我的选择是错的，那我根本就走不到现在。人的本质就是趋利避害，难不成你要让我断了人设，毁了后路，去认你一个对我没有任何帮助的废物吧？给不了你任何帮助。既然你这么认为，希望你不要后悔。后悔？后什么悔啊？你还在玩那个30年河东30年河西的老套路是吧？都一把年纪了，别异想天开了。是啊，没了你的阻碍，我还有这个在娱乐公司的老爸，从此啊，我的成名之路一路畅通。你，呵呵，阻碍？把养大你的父亲当做阻碍是吧？高兴是吧？我让你高兴。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我跟他的恩怨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姐今天就路见不平，拔刀先砍不孝女了，怎样啊？打得好，像这种忘恩负义的人就该被打。要是我将来的女儿也对我这样，我非得把她狗腿打断不可。江娜小姐，江瀚海就是个捡破烂的，你打抱不平，打小雪已经打成这样了，该收手了。我就不收手，怎样？救我！江娜小姐，你再不收手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对我不客气，你能对我怎样？别仗着你有钱有势，就无视国家法律。你如果
再不住手的话，我就找警察。别忘了，就你那小破公司，跟我爸的集团可还有合作呢。你要是敢惹我不高兴，信不信我一句话就把你的融资给取消了？他爸可是首富啊，我真的要为个赔钱货去得罪首富吗？爸，你别忘了，真正赏识我的人可是首富，他们3个女儿也是首富派来庆功宴完成任务的。咱们的靠山可是他们的老子，咱们有什么好怕的？江娜小姐，你可别忘了，你的父亲江首富是我们小雪的最大粉丝。你如果得罪了小姐，呵呵，首富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说什么？我爸，他的粉丝？你认真的？你还不知道吧？从小雪入行以来，她的衣食住行都是首富派人安排的，这还不能体现首富对小雪的宠爱吗？爸，你什么时候成他粉丝了？我只不过就做一个养父该尽的职责而已，没想到就被他们误认为是粉丝行为了。就算是这样，又能怎么样？他不过就是个外人。你觉得我爸会为了一个外人对付我这个亲生女儿吗？开什么玩笑！你仗势欺人，就不怕首富知道了会生气吗？就算是我爸知道，他也只会夸我惩恶扬善。我爸不过就给了你一点小恩小惠，你真把自己当盘菜了？看我今天不好好的逼着你！首富做主到。江总，江海集团转给林以后的合同已经拟好。什么？首富竟然把市值1000亿的江海集团转给林以后了？难怪刚刚说首富对林以后宠爱有加，原来是真的呀！林以后这一跃成为1000亿大佬，被首富看上，可真是幸运呢。什么情况？你敢推我？我又推你了。以后再敢伤害小雪，你就别进江家的门。你说什么？你的意思是我爸会为了江明雪把我赶出家门？搞笑呢！你爸把江海集团给了小雪，江海小姐，你爸给了你什么？不可能，这中间一定是有什么搞错了。我爸怎么会把财产都给江美雪？怎么不可能呢？你爸把集团给了小雪，一定是想娶小雪呢当老婆。小雪呢，以后就是你的后妈。以后你能不能在江家，还得看小雪的眼色。没错，你刚才纵容这个穷鬼这样欺负我，我劝你现在立刻跪下给我道歉，不然有你好受的。听说首富夫人确实去世很久了，首富这是一个人寂寞了吧？哼，我说呢，我说首富怎么对林以后这么关爱有加，原来是想让她当他的小老婆呀！哼。江总，他们说什么小老婆，这都什么呀？我怎么听不明白呢？你别听他们乱说，这都是没有的事儿。那刘特助喊江总江大小姐，你搭什么话？姓江就把自己当首富了？笑话！是啊，真把自己当回事，不要以为自己披个蛤蟆皮就真是金蝉了，以为自己姓江和首富同姓就能代替首富说话了。把合同给我。合同你就别想了，今天就算是撕了也不会给你的。这可是首富的合同，你要是敢撕，首富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好啊，那你就让他来找我吧。他竟然敢撕毁首富的合同，他不要命了吗？哎，你们看，合同被撕了，小江总和刘特助怎么毫无反应？人家有这个胆魄，说不定真的和江首富有什么关系呢？张涵涵，你真的把合同给撕了？哎，小江总啊，他居然敢挑衅你们父亲的权威！
江总的女儿和助理怎么会放纵别人如此践踏她？不过江瀚海，这个事儿可不能就这么算了。要是我见到了首富，我一定会如实告诉他你撕掉合同的事情，他一定不会放过你。这真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。你笑什么？刚才这么欺负我，我也不会放过你。大姐、三妹，这个白眼狼啊，说要打我呢，人家好害怕哦。拿着鸡毛当令箭，真以为一份毁了的合同能爬到我们头上？你什么你？有病就去快治，治不好就去死，别在这里挨咬。凭什么？这可是我的庆功宴，要走也是你们走。这四海酒店可是我江家的产业，我说让你滚，你就叫滚。哎，小江总啊，你们是开门做生意的，我们是付了钱的，你们不能这样把顾客给赶走的啊！我们酒店可不欢迎你这种嫌贫爱富、忘恩负义的白眼狼妇女。保安，把他们给我赶出去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司保安，你们敢得罪林立坤，你们不想活了！还管起我们的家事来了，我看你啊，真是盐吃多了咸的。什么未来老婆老丈人，真是分不清。行了，别挣扎了。你呢，是想立着出去，还是想横着出去？江海集团是首富给小雪的，你们为了抢家产，跟亲爹对着干，你们几个就是不孝女，首富会倒8辈子血霉的。你说谁不孝？就他们3个，什么金女、金银女、金女、银女的，首富他还没有死，他们几个就抢家产，就是不孝女。谁让你这么说他们的？哟，他们顺手救了你一下，你就当起别人的狗来了，当狗也可以啊。他们几个就是不孝女，就会天打雷劈的。我一忍再忍，你们竟敢这样说我的亲生女儿，找死吗？爸，打得好，你早就该打他们了，就应该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。爸，啊，你们喊江瀚海爸。我去，捡破烂的摇身一变成首富了。平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首富，竟然是他！天哪，首富竟然是他！那我们刚刚那样对他，他不应该找我们麻烦吧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江瀚海怎么可能是首富？难道我们还会闲着没事认别人做爹吗？不可能！他要真的是首富，怎么可能去捡18年的破烂？首富为什么不可以捡破烂？我爸要不是为了你这个养女，能装穷吃苦那么多年吗？什么？你们说他这么做都是为了我？没错，爸为了你用心良苦，不曾想却换来了你这样的白眼狼。对啊，爸，你都忍了这么多年了，怎么现在不忍了？因为我知道，一旦我暴露身份的话，以他的嘴脸肯定会缠上我的，所以我才选择隐瞒身份到现在。你们诋毁我就算了，到现在竟然还说我的亲生女儿，真当我这个父亲不存在吗？爸，有你真好。你们是我的亲生女儿，我不护你们护谁啊？他原本对我也是这么好。爸，有你这样的父亲是我们最大的荣幸，不像有些不懂得珍惜的不孝女。爸，今天是父亲节，我们呢还给你准备了贺礼。
然是价值500万的南山翡翠，还有珍藏版的古画和百年身王。天啊，首富的3个女儿对他也太孝顺了吧！虚假的孝顺是口头感谢，真正的孝顺是真金白银。这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啊！对呀。爸，我们送你的礼物你喜欢吗？喜欢。你送爸什么礼物，爸都喜欢。哼，那些我都没见过，你这个捡破烂的也配？爸，他现在可是首富，不是从前那个捡破烂的了。不可能，不可能！一定是他们一起在演戏骗我们。小雪，不要上当。谁有空陪你演戏啊？他江瀚海就是我们3个的父亲，如假包换的首富。如果这是真的的话，那他就骗了我18年。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欺骗你。本来我今天过来，就是想告诉我的真实身份，并且让你继承家产的。可是你让我放弃了这个想法。这不是欺骗是什么？你养了我18年，你有着顶好的条件，却让我跟着你捡了18年的垃圾。还是说，是因为我不是你亲生的？江明雪，以前的你在我眼中跟我的亲生女儿没什么两样。我选择隐瞒你，那也是因为要培养你。没想到你竟然变成今天这样了。培养我，我能成为今天这样，都是你造成的，都是你造成的。就因为我从小贫苦的生长环境，所以我从小就重视名利和金钱。就因为我从小都被别人嘲讽，所以我一直都想出人头地。如果我出生在优渥的环境里，我又怎么会变成今天这样？你想出人头地，想争取名利和金钱，这没有问题。但是你要恪守本心，否则你也会沦为没有底线的败类。败类？你说我是败类，那你又能好到哪里去？在我拼了命想往上爬的时候，你却出现告诉我，说这一切都是我原本应该拥有的。你不觉得自己很虚伪吗？你说谁虚伪呢？分明是你追名逐利抛弃了爸，他这才收回了属于你的一切。你要是时时刻刻把他放心上，你又怎会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说的好听，他要是真的爱我，怎么会让我受了18年的苦，还找什么要培养继承人的借口？不过就是怕我会抢你3个女儿的家产罢了。你还真是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。爸当年白救你了。我的3个女儿，她们在各自的领域都有自己的成就，根本不在乎我的家产。我如果没有想让你继承家产的话，你怎么会看到这份转让合同？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岂不是亲手把原本属于我的千亿家产全都毁了？何止啊！就连你能提名影后，也都是我爸给的。你以为以林立坤那点小本事，真能给你那么多资源？我本来以为别人是看在我跟江海集团的合作份上，这才给我面子，让小雪拥有这么多资源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他江瀚海的功劳。没错，你丢失的不仅是千亿家产，还有爸倾尽所有的爱。我不知道，爸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如果我知道是这样的话，我就不会这样对你了。够了，别叫我爸。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原谅小雪吧。原谅，林小姐，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路，你也必须承担这个后果。你别忘了，我们已经断绝关系了，不是吗？
你的父亲是林立坤，不是我。你还有脸叫爸？保安，把他给我扔出去，从今往后永不接待。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爸，你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敢得罪林立坤，你们不想活了！不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爸，我错了，你不要这样对我！放开我！石保安，得罪我林立坤，哼！以后你不得好死！闭嘴吧你！得罪了首富，以后你混的说不定还不如我们呢。等我过了这一关，有你们好瞧的！我们可是首富江家的人，怕你们不成？爸，你没事吧？你们等着，等着！只是没想到，江瀚海这个穷捡破烂的，竟然是首富。我跟了他18年，我也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。不过，他竟然想把自己一手创立的江海集团送给我，可惜，一切都晚了。不，一点都不晚。什么不晚？小雪，只要你现在还想要他的江海集团，那就不晚。爸，你就别想了，我们刚才当众侮辱他，而且他已经直接宣布跟我断绝关系了，怎么可能会把江海集团送给我？他会。小雪，江瀚海那么重视你，18年的父女情，怎么可能说断就断呢？只要你去哄好他，害怕拿不到家产。真是活该！谁让他是忘恩负义的白眼狼，现在遭报应了吧？如果他不这么嫌贫爱富，如果他无论成功与否都会爱戴这个养父，也许结局就不会是这样的了。可惜没有如果呀，因为他的错误选择和千亿资产失之交臂，现在估计肠子都悔青了吧。今天的庆功宴到此结束，都散了吧。哇，这白眼狼有什么可惦记的？走，咱回家。就是啊，爸，别伤心了，你少了一个养女，这还有我们3个亲生女儿呢，你也损失不了什么。爸，你也别纠结了，事情到这个地步，只能说明捡来的对他再好都养不熟。我也没有纠结什么，我就是一直在想，到底我这个装穷养育他的方法是不是真的错？小雪小时候，她本来是乖巧懂事的，她怎么后来就变成这样了呢？爸，这不是你的问题，你教育我们3个也是一样的办法。他能这样，只能说明歹猪出不了好笋。有那样的无良爹，他能好到哪里去？18年的父女情啊，没想到还是败给了金钱和名利。哎呀，好了吧，你别为那个白眼狼伤心了。你的宝贝女儿呀，肚子都饿得咕咕叫了，咱们回家。行，爸回家给你们做好吃的，咱们回家。爸，爸肯定又是在为那个白眼狼伤心。这都好几天了，爸整天就看这个照片发呆，也不知道他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。还能想什么？想和林明雪的美好过往呗。爸这个人啊，嘴上冷漠雷厉风行，但内心啊还是感性的。不行，我们不能再让爸这样伤心下去了。我们要不要想个办法？什么办法？哎，你们是有什么事儿吗？有事儿。我最近啊，在外国有一场学术研究，我想让你陪我去，还能看看风景，散散心。
爸，我在漂亮国的一场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陪我去，给我加油助威好不好？漂亮国的美食可好吃了，爸，我带你去吃美食。你那赛场吵得要死，爸喜欢安静，和我去学术交流才对。就你那学术交流，无聊的要死。爸喜欢吃美食，应该跟我去才对。爸，你说你想跟谁走？这个，猪猪、兰兰，爸知道你们的目的是为了哄爸开心，但是爸最近这段时间心情不好，还是算了。好了，你们都别吵了。爸这个事，解铃还须系铃人。大姐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爸，你既然还想他，为什么把道歉的他拒之门外呢？我所怀念的是3年前那个孝顺、懂事的小雪，不是现在的林明雪。那好吧，我知道了。爸，你能帮我个忙吗？我，你一向独立自主，今天竟然让我给你帮忙。行，你说吧，爸一定帮。那你答应了，可不能反悔哦。行行行，爸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过？你直接说就行。是这样，演员颁奖大赛就要开始了，我作为电影最大的投资方，当然要请重量级嘉宾来压轴。爸，您首富的身份就正合适。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参加颁奖典礼？你的意思是让我去参加颁奖典礼？什么啊，大姐？爸，您是首富嘛？您去了，那些想巴结您的赞助商就会蜂拥而至，到时候就能给我省些赞助费了。这个，爸，你可是答应过我了，不能反悔哦。行行行，爸一定去。哦，对了，你可要准时到，到时候啊，给嘉宾颁奖的重量级任务可就交给你了。你放心，爸到时候一定不会迟到的。还有，这是你少数的亮相时刻，你可要换身衣服，别再这么朴素了。好，爸什么时候让你丢过面子？我去换衣服啊。今晚的颁奖典礼，林明雪必定在场。爸本来都还在为她伤心，如果在现场又遇到了，肯定心里又不是滋味。我当然知道这茬，所以才硬要让他过来。大姐，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就是啊，好姐姐，你就别卖关子了。你们还没看出来呀？爸心里还有那个林明雪，他只是在心里默念而已。我明白了，大姐的意思是再给他们制造一次见面的机会，看看爸爸会不会改变主意。没错，机会呢，我已经给了，就看林明雪能不能把握住了。如果在这次诚心悔改，爸说不定会心软；如果在这次还是不知悔改，那爸也就死心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真不愧是大姐。爸，颁奖典礼呢，一会儿才开始，你现在休息，我去忙了。行，那你赶快去吧，一会儿时间到了，我自己过去。行。明月，明月，哎呀，忘记问明玉卫生间在哪儿了。算了，我自己找找吧。大爷你好，我问一下，卫生间在哪儿啊？大爷你好，厕所在哪？大爷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药，口袋药，好，来，好点没，大爷？太谢谢你了，我在这拖地，这心脏病突然就犯了，要不是你啊，今天我老头子这条命啊，就该死在这儿了。哎呀，大爷，你别这么说，我看您这一时半会儿又缓不过来，要不这样吧，我休息室就在这儿，我扶您进去休息一下啊。这太麻烦你了。哎，没事，不客气啊。来，就在这儿。电话上。你稍微等一下啊，我接个电话。
哎，明月，颁奖典礼时间不是还没到吗？怎么了？爸，这边想让您过来熟悉一下颁奖流程，避免一会儿出错。您赶紧过来一趟吧。好，我现在就过去。大爷，你看我这还有事儿，这个休息室是我的，您自己进去休息就可以了啊。好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您快去忙吧。小雪说过，首富为人低调，之前甚至隐瞒身份去捡了18年的破烂。看来刚刚进 VIP 休息室的就是首富，没错。大哥，小雪，首富现在就在这个休息室里。首富现在就在这个休息室里。你确定？首富本人？准没错。我刚看到进去的人穿着保洁的衣服，这里可是贵宾才能进去的 VIP 休息室，哪个胆大包天的保洁敢进去啊？二叔，你说的对，我这个养父平时就喜欢装穷隐瞒身份，他穿着保洁的衣服，有可能是为了避开那些无良记者。还是你二叔靠谱。要不是他在会场当工作人员，咱们还真的不知道江瀚海啊就躲着这。我之前找了他那么多次，他都没有见我。这一次，我一定要把握住机会。小雪，你拿这个破木雕哄他，真的能让他原谅你？爸，你忘了，他现在可是首富，什么好东西没见过？我敢肯定，他最在意的肯定是我们父女之间的情分。我去跟他装装可怜，求一求他。自从江海集团把给咱们的融资撤回去以后，咱们林家一直被同行打压，马上就要破产了。小雪这次能不能翻身，全看你。爸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能成功。到时候，不仅咱们家的公司有回落，我也能从劣迹艺人重回巅峰了。大哥，我可是偷偷带你们进来的，你们可不能让别人发现了。大弟，你放心，我让小雪进去以后呢，我就在附近看着点。好，那我就先去下面忙了。你们多注意点啊。好，小雪，你就站这里敲门，他同意你进去呢，你就进去，我在那边帮你看着点啊。爸，你在里面吗？我是小雪，我来就是想跟你说说话。你好，这边是 VIP 休息室，无关人员还请不要在附近逗留。我找卫生间，卫生间不在这儿，您找错地方了。那边还有人吗？那边还有人吗？没有，我刚从那边过来，那边没人。我挺着急的，你看能不能帮我找一下卫生间，好吗？行，您跟我来吧，卫生间在这边。好。林立坤，他怎么在这儿？江明雪竟然也在这儿，不过他在我休息室门口干嘛呀？爸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就是不想见我而已。我知道你还在生气，可我这不是知道错了吗？看来他是不知道听到哪儿的消息，以为我还在休息室里面呢，却不知道现在休息室里其实另有其人。爸，你就让我进去吧，我就是想看看你，跟你说说话。你不知道的是，这些年我特别想你。想我？想我这些年没回来看过我一次，想我会在庆功宴上那么欺辱我。爸，你是不是还在为庆功宴上的事情生气？其实当时我这样做也是迫不得已的，都是我爸，不是林立坤，是他逼我的。他说他那样对我是被林立坤逼的，怎么可能？我没有骗您，这些年只要我一想去找您，林立坤就想方设法的阻止我。他还跟我说，万一被狗仔拍到了，我的人设可崩塌了，到时候可就不只是脱粉这么简单，还有可能被网暴。
就算是这样，那为什么不说清楚？甚至还在庆功宴上跟我断绝关系。我看他心里早就没有我这个养父了。我不想被网暴，可是又太在乎这份能带给我名誉的事业，所以才会犯错的。爸，虽然我在庆功宴上听了林立坤的话，要跟您断绝关系，可是我真的是逼不得已的。我当时想让您先走，可是您没走，我也是没有办法才这样做的。现在来我面前说逼不得已了，当时侮辱难听的话一句都没少讲。我原本是想让您先走，等回头再跟您解释解释，可没想到林立坤居然让我跟您断绝关系。我内心是不想这样做的，可我当时一直以为我这些成就都是仰仗了林立坤，所以我也不敢忤逆他。所以你不还是选择了功名利禄而抛弃我，甚至不惜去伤害我？我知道，我现在说这些话您都觉得是借口，觉得我嫌贫爱富，知道了您是首富才这样。可我真的不是，我也是才知道，原来您对我付出了这么多年。我来只是想跟您道个歉，不求您的原谅。说的这么言辞恳切，我就不信他来找我什么都不。您养了我18年，我是什么样的人，您应该最是清楚了。我怎么可能是那嫌贫爱富的人？我只是太想成功了。您说我是忘了初心，我没有。当年答应您要给你买房，其实我早就买好了，只是还没来得及跟您说。他竟然早就给我买了房，难不成他心里还有我？爸，我从小就仰仗您，爱着您，感谢您。可我也是人，我也有七情六欲。我承认，在庆功宴上我说的那些怨言，确实是我心中所想。所以，我只是想来跟您道个歉，不奢求您的原谅。我不想失去您这个爸爸。他说的确实也没毛病，毕竟人又不是神，只有神的感情才会那么纯粹。哎不，我不能被误导，明明是他林明雪先不要我这个父亲的。演了这么久，他竟然还是毫无所动，真是块茅坑里的臭石头，又冷又硬，差点忘了还有这个硬武器。爸，您不想见我也可以，当时摔碎的这个木雕我已经修好了，您就开门把木雕拿进去也行啊。他竟然把木雕给补好了，可是覆水难收，感情碎了就是碎了。知道了，我这就走，多谢小哥给我带路。不好，林立坤要回来了。这么久了都没有进去，这废物！小雪啊，这怎么还没开门啊？毕竟我在庆功宴上对他这么过分，他不想轻易见我也是正常的。我觉得你带那个破木雕没用，你要是听我的，带一些贵重的礼品啊，他看到了以后，觉得你是那么孝心又那么有诚意，肯定会见你的。林立坤竟然认为这么轻易就能让江明雪挽回我，真是笑话。可是我觉得这个木雕意义非凡，它包含着我跟父亲珍贵的回忆，比起那些名贵的礼品，这个木雕更能表达我的心意。回忆能当饭吃吗？他江瀚海不是还没给你开门吗？他现在需要消消气啊，你要给他道歉。听我的，去准备一些贵重礼品。爸，现在去买东西哪来得及啊？颁奖典礼马上就要开始了，等他参加完颁奖典礼一走，想见他比登天还难呢。那该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你刚才声音小了？他听了这么久，不可能没反应呀。会不会是二叔给的情报有误啊？他们这才意识到房间里没我，真是愚蠢。我刚才说话声音不小了，这么久没人给我开门，要不然就是他已经对我冷心冷情，要不然就是这屋子里根本就没人。怎么可能没人呢？小雪，你敲门了吗？你连一点反应都没有？江瀚海这个人喜庆不行啊，我怕再惹他不高兴了，所以就没敲。你傻呀，
到现在还顾及他的喜好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要见到人才能进行下一步，连面都见不上，我们不白费劲了。好，那我现在敲门。可是，要是我敲了门没人给我开怎么办？不可能，江瀚海高低是个首富，你一直敲门，把人吸引来了，丢人的是他。有道理，爸，还得是你啊！我现在就敲门。你要记住了，等会儿呢，他让你进去，你就不要那么要脸了，要死皮赖脸的装可怜。男人啊，都吃这一套。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爸，你快去吧，一会儿让他看见你。记住了。我倒是要看看，等你们发现房间里的人不是我，会是个什么？爸，你到底在不在里面？你要是在的话，就回应我一下，别不理我好不好？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你就给我一个弥补你的机会吧。爸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你跟我说过，只要我想见你，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会见我的，你忘了吗？我没忘，可这些话是对小时候的江明雪说的，对现在的你已经不管用了。外面这位女孩是救我那位恩人的女儿，看来这是误会呀！啊，赶紧开门，给她解释清楚。终于要开门了。爸，我就知道你还是愿意来见我的。爸，我就知道你还是愿意来见我的。谢谢你还愿意开门来见我。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您就原谅我吧。姑娘，你这是认错人了，快起来！你爸他不在这个房间，你这是误会了。你谁呀？我爸呢？你怎么会在他的休息室？是这样的，我是这个会场的保洁工人。之前我心脏病犯了，那位先生救了我，他让我在这休息，他自己有事儿就先走了。那我在这敲这么久门都不给我开门，怎么？你很想看别人低三下四对待你是吧？没有我只是刚刚睡着了，没有听见。睡着了？啊？你一个保洁竟然在首富办公室里睡觉，要命了！啊？我不知道这是首富的房间啊，我这就走。让你走了吗？站住！谁让你走了？站住！我不管你知不知道，耽误我大事了，还让我女儿下跪，你就该死！对不起啊！道歉有用，要警察干什么呢？你今天给我女儿下跪，她怎么跪你就怎么跪！你怎么能这样？算了吧，你冲他撒什么气啊？赶紧走，别让我们再看见你。不行，你不能走！臭保洁的，你今天必须给我下跪忏悔，要不然别怪我不客气。哎呦，爸，你跟他在这耽误时间干什么？现在找江瀚还要紧，要是再找不到就来不及了。你现在已经来不及了，颁奖晚会已经开15分钟了。什么？就是他耽误了我们许多的事情，还有我的公司，还有你的以后都没有希望了。你让我放过他，我能放过他吗？都怪你！你知不知道因为你我们做过什么？可恶！他的妇女儿人居然把气撒到别人身上，还这么欺负人！我真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犯病，在这个房间里休息而已，我就赶紧来给你们开了呀！求求你们放过我吧！我放过你？谁放过我倒闭的公司啊？啊！你今天必须给我跪下，要不然我帮你跪！住手！恩人，救我啊！于立坤，现在还不把人放开？爸，你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要是他刚来的话，这事情还能圆回来；要是他来得早，刚好看到我们在欺负人，那就都完了。我一直都在这儿，你们的所作所为，我全部都看在眼里。别叫我爸，我没有
释？不用给我解释了。亏我差点入戏，认为你真的还有一点善念，但是现在看来，你跟你这个爸根本就是一丘之貉。所以，我刚才在你休息室门口苦苦哀求的时候，你一直在跟你开玩笑。没错，如果今天在门里面是我的话，说不定我还真就被你骗了。如果我说我刚才说的大半都是真话，你会信？你觉得像你这样说一套做一套、带有目的接近我的人，值得我去信任？江瀚海，他怎么说也是你养18年的养女，你就这么无情，一点机会都不给他吗？我已经给了他不知道多少次机会了，只是他没把握住而已。行了，现在你们俩赶紧给我滚，我不想再看到你们了。可是，算了吧，既然这样，多说无益，你走吧。江瀚海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会让你后悔这么对我的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真是太感谢你了，今天你又救了我一次。不用谢，这件事情是因我而起，您只是被牵连起来了而已。谢谢谢谢。谁呀？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知道了，江明雪，你是来取了我爸原谅，关你什么事？我知道了，看样子是没求得成功。我就说嘛，我爸是在商界杀伐果断杀出来的，怎么会活不到原谅你这个辈分？你说谁白眼狼呢？说了就是你，怎么了？你什么你？既然没取得我爸的原谅，就赶紧走，别占这个便宜。江总不在那里。你们不是刚和我爸在休息室见面吗？他不在那里在哪里？绑了他，还说江瀚海不给咱们钱呢，在这干什么？快帮忙帮忙！明旭的手机，明玉出事了。江明雪，我最后再跟你说一遍，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你了，不要再来烦我了。明玉是在这儿出的事儿，好像到处都是监控。对，去查监控。我的话你是听不懂吗？江明玉在南丰路北的一个废弃仓库里，林立坤把他绑过来之后，就去找打手了。你赶紧来救他吧！什么？他竟然把地址告诉我了，这个地址到底是真的假的？会不会有差呀？不管了，你以大家为主要，先叫人去查监控，我得先过去看看。我先帮你把胶带撕下来，你别大声嚷嚷。同意的话，你就点点头。呸！为什么要告诉爸这个地址？为什么要告诉爸这个地址？让他来救我？我只是不想你出事，你没有这么好心。你看，你不过是想用这次的诱惑让爸原谅你。不可能，不是。王哲，你终于连续发现了不是？你要是不会说话的话，我就把胶带再给你封上。这完全程度被说中了。不是的，毕竟他也是我爸，而你是我名义上的姐姐。一个父女情深，一个姐妹情。你回来了。不要叫我爸！没有你这个背叛我，他们说你就是养不熟的白眼狼。爸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是不想让你走上犯罪的道路。
吃里扒外的还给强迫。我打他了，我想打就打，你管得着吗？你说我是个黑子爹？没错，我把你领回来，就是想让你帮我赚钱，给你家小浩添你的家。现在你就是一个没有价值的废物。小浩，我那个在国外不争气的20岁弟弟，原来你把我接回来，不是真的想对我好，原来你一直都没变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那又怎样？你呀，不仅是废物，而且愚蠢，是你把我的弟弟江汉海了。你故意把我留在这儿，你早就猜到我会去报信。当时啊，你把江明玉的手机在现场都看着，嘿，这样也好。江汉海的2个女儿都在我手上，一个是我的亲生女，一个是他的养女。哎，猜来了以后是先救你呢，还是先救你呢？啊！你滚！王八蛋，会遭报应的！把嘴给我堵上，把他给我捆上！放开我！终于来了啊！这个畜生，赶紧把我女儿放了！哦，可以。你把江海集团的股份当时你把江明月的手机留在现场的时候，我都看到了。哎，这样也好。江汉海的2个女儿都在我手上，一个是他的亲生女儿，一个是他的养女。哎，你猜他来了以后是先救你呢，还是先救你呢？啊！李坤，这个王八蛋，你会遭报应！来，把他嘴给我堵上，把他给我捆上。放开我！李立坤，你终于来了啊！你个畜生，赶紧把我女儿放了！放了可以，你把江海集团的股份转让协议给签啊！李立坤，别动我女儿，我签。哟，你不想让签是不是啊？来，你背叛我去报信的你的父亲，他看中的是他的亲生女儿。李立坤，我现在已经把合同签了，你现在能放了我女儿了吧？甭着急呀，这个江首富啊，你这2个女儿如花似玉啊，一个亲女儿，一个是你养了18年的养女，你是要我放了她，还是放了她呢？啊，李立坤，再怎么说，江雪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你就这么忍心对她？她呀，她就是个赔钱货，我不在乎。你想让我放了你养了18年的养女啊？哎，别，我选明玉。哈哈，原来你也没有这么高尚吧？你也不过如此。我你，哎，别动！赶紧，把我这个合同给我海外的儿子，他们会给你佣金的。动不动？完了，全完了。明玉，你没事吧？爸，你刚才这么不顾危险的来救我，是已经原谅我了吗？不，刚刚那种情况，换成谁我都可以来救。
明月，咱们走吧。好。那么好的爸爸，却被我自己做没了。要是我当初不那么嫌贫爱富的话，会不会现在我也站在他的身边？